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在我家附近的后山皮公园，今天要来这边 Tony 开讲。不过今天的天气不太好，有一点点风雨如晦的感觉，这跟我今天要讲的主题还有一点点意境符合。我今天要聊一聊孔子。那正式开场之前，就先来讲一个算是场景有点笑话的感觉吧。这是我今年3月造访台北新四国片路。从西门町走到新北投，那途中经过士林国小的时候，当时我走在学校围墙外面的人行道，那我前面刚好有一位妙龄的小姐，这时候我就看到学校围墙栏杆里面有一尊孔子的雕像。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的画面好了。在士林国小遇见我的偶像孔夫子，那时候当我说出这是我的偶像，那我突然瞥见前面那位妙龄小姐突然回头看我，然后她很快的又转头回去。当时我心里想，她可能是以为走在人行道上，听到后面的人讲说这是我的偶像，她可能以为说是不是路上出现哪一位明星了，所以有路人这样讲，她就赶紧回头。结果是看到一位大叔对着孔子的雕像在说话，所以她赶紧尴尬的转头回去了。我的频道或是我的网站，资深的观众或读者都知道，我很喜欢孔子。我也曾经说过，我中年以后以儒家思想作为我人生的依归。那每次我这样讲的时候，就会有一些人留言，酸言酸语，或是批评我，好像是我喜欢孔子是做错了什么事。为什么我感觉台湾现在有很多人讨厌孔子？我想可能的原因有2。第一是现在台湾的年轻人思想比较反中，看到现在中国在世界各地成立孔子学院，推广孔子思想，作为大外宣或统战目的，所以就把孔子学院、中华人民共和国画上等号。所以你喜欢孔子，就等于你认同孔子学院，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所以他当然觉得讨厌了。其实这些批评我的人是分不清楚文化认同 （cultural identity）、国族认同 （national identity） 的差别，而是文化认同为国族认同了。所以因为反中、反孔子学院，就跟着反孔子了。其实文化认同 （cultural identity） 并不等于国族认同 （national identity）。例如新加坡非常的重视儒家文化，但并不代表新加坡人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中国人。那美国的英格兰裔的白人，他也许非常的喜欢莎士比亚或是英国的一些哲学家，但并不代表他非常的认同大英帝国，想成为一个英国人。那这是文化认同跟国族认同不一样的地方。但是在台湾，很多人就把文化认同视为是国族认同。你因为不懂文化认同、国族认同的差别，所以你才会看到孔子就开枪。至于孔子被讨厌的第2个原因，就是中国近代史的苦难遭遇。大清帝国从鸦片战争之后，国力衰微，中国几乎沦为被各国瓜分利益的次殖民地。那中国为什么会沦落如此？当然必须找到一个代罪羔羊，而代罪羔羊就是孔子。因为中国信奉儒家文化，变得保守固执，所以国力才会变得积弱不堪。而当时的外国学者也是这么认为。例如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大师马克思韦伯，他的名著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就提到，资本主义所以能在欧洲发展起来，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及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。这边要特别提醒你的是，这一位马克思韦伯并不是发表共产主义宣言的那一位马克思，两个是不同的人。那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精神》这本书详细的内容我就不介绍了，我也没有能力介绍，因为不好介绍。但是这本书它当时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对照组，来说明为什么新教伦理当时能够促成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，而中国的儒家思想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。马克思韦伯是德国人，对于儒家文化
当然无法像对基督教文化那么深入的了解。不过这本书毕竟是大师级作品，影响深远，认证的儒家思想阻碍中国发展资本主义。所以民国初年，从五四运动开始，中国知识界就高喊打倒孔家店，视儒家伦理为吃人的礼教。后来中国共产党承袭这种精神，在文化大革命时批孔扬秦，破四旧，对孔子展开无情的批判。反而是当时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强调复兴中华文化，重视儒家思想。所以我这个年纪的人在读高中的时候都一定读过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而且在学校背过考过，所以印象深刻，终身不忘。到现在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应该随口都能够背一两句《论语》里面的经典名言，例如子曰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不过有趣的是，几十年之后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极力吹捧孔子，而孔子在台湾反而渐渐不那么受欢迎了。孔子在台湾渐渐不受欢迎，原因就是我刚刚讲过的，现在的年轻人把文化认同、国族认同给搞混了。至于马克思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这本书里面对儒家思想的评论，则在1980年代遭到挑战。当时亚洲的韩国、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，因为经济持续高度发展，而被称为亚洲四小龙。而日本是亚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，日本与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儒家思想文化圈，引起学者的关注，而重新探讨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，因此提出了新见解，认为儒家思想的务实、理性、强调纪律、自律、学习的伦理思想，有助于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经济发展，因而重新评价儒家思想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。而我个人对于儒家思想的认同，主要在于修身养性、为人处事的原则，而不在于儒家理想中的政治体制。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希望出现品格完美的人君之治，但是从西方政治哲学实践的经验，这种圣人之治是千年一遇，而残酷的现实是，权力会使人腐化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化，所以全世界的专制独裁政权都有此弊，领袖往往是始为圣人，终为罪人。中国已逝的哲学家李泽厚写过一本《论语精读》，他说清代洋务派的领导人之一张之洞曾提倡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他则认为应该是西学为体，中学为用，政治制度要以西方的三权分立、现代民主为主体，而中学作为辅助。国家领导人、政治工作者仍然要以儒家思想的品格教育为念，做个正人君子，而勿在权力游戏及物欲中迷失自己。以上就是我今天简短的Tony开讲，聊一聊我的偶像孔子。那最后就是以孔子的一句话“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”来赠送给大家。为什么送这句话呢？是因为我觉得日常在生活中，不管是看到电视或是网络，总是会有很多人一天到晚怪东怪西，抱怨东抱怨西，那只是会检讨别人，而不会虚心的反省自己。所以我赠送这一句“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”给大家。那“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”这句话，短短10秒钟你就听完了。所以其实《论语》里面的格言，就像现在流行的短影音，你10秒、15秒、20秒就可以很快看过去，但却是告诉你一则人生的箴言，可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推荐《论语》这本书给大家。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在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